世界最强轰炸机到底有多强？看到这个问题，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是，不就是轰炸机吗？飞得高点，载弹多点，顶多也就是炸毁一个航母编队，或者把某个防御阵地夷为平地。但你要是这么想，那格局就真的小了。事实上，如果美军让现役的所有最强轰炸机集体出动，将他们基辅里的核武和精确引导弹药全部倾泻而出，其瞬间释放的能量足以将地球生态摧毁数十次。而这场世界末日的始作俑者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单机造价高达24亿美元，重量如果换成等重黄金都没它贵。人类航空史上唯一一款全隐身、全天候战略打击平台——诺斯罗普·格鲁曼 B2 幽灵，这玩意儿不仅是世界上最贵的飞机，更是美国航空工业的巅峰。它是51区黑科技的结晶，是让所有防空雷达集体致盲的刺客。那么，这架飞行的金砖到底凭什么卖这么贵？它那长得像外星飞船的躯壳，到底藏着哪些足以改写战争规则的黑科技？这架已经服役快30年的老幽灵，为何至今仍然是全球海军和防空部队挥之不去的梦魇？要聊 B2， 我们就得先聊聊一个叫杰克·诺斯罗普的疯子。早在2战时期，这家伙就固执地认为，飞机不需要尾巴，不需要机身，只需要一对巨大的机翼，这就是所谓的飞翼布局。飞翼布局听起来高大上，但几乎所有人都将其当做了一个笑话，谁都不敢真去造一架飞翼布局的飞机。只因在那个没有计算机辅助的年代，没有垂直尾翼，飞机在空中就像一块飘忽不定的板砖，随时可能失控翻扣。飞行员看上这玩意儿就是去送死。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军发现苏联的防空系统越来越变态，传统的轰炸机在雷达眼里就像发光的电灯泡。于是，代号为先进技术轰炸机的计划在51区的阴影中开启。诺斯罗普公司拿出了创始人尘封已久的 B2 草图，对着五角大楼说：“给我钱，我能让一个一展52米的巨兽在雷达眼里变成一只麻雀。”刚听到这话，美军只觉得这公司又在吹牛。然而等读懂那份草图，大家才明白诺斯罗普在动真格呀。B2 的造型，它采用了极其罕见的 Lenda 翼设计，全身找不到一个直角，所有表面圆润的像被海浪冲刷了几万年的鹅卵石。只因雷达波最喜欢垂直的平面，只要你有垂直尾翼，雷达波就会像撞到镜子一样弹回发射机。但 B2 一狠心把尾巴切了，让所有雷达波在它平滑的背部滑行过去，不留一丝痕迹，直接让这架一展52.4米、最大起飞重量170吨的怪兽，在雷达屏幕上的反射截面积甚至不到0.1平方米。这意味着，当敌方雷达兵在屏幕上看到一个亮点时，他会以为那是一只迷路的雨燕，或者是一个飞在高空的气球。等到他发现那是 B2 的时候，这滴 AM 精确制导炸弹可能已经掉进他的阵地里了。不过，为了实现极致的雷达致盲，美军在材料学上玩出了花。B2 全身涂满了锡箔材料，这种材料能把雷达波的能量转化为热能吸收掉。它的发动机被深埋在机翼上方，进气道做成了 S 型，防止雷达波照射到旋转的叶片，连排出的废气都要经过特殊的降温处理，防止红外侦察仪抓到它的热信号。但这种设计代价极大，没有尾翼，飞机在物理上是不稳定的。因此 B2 集成了13台抗电磁脉冲的 MRL STD 1750A 计算机，它们每秒钟进行数千次运算，疯狂修正飞行姿态。飞行员不是在开飞机，是在向计算机传达意图，计算机才是这架飞机真正大脑。这种黑科技在1988年公开展示时，震碎了全球军事观察家的世界观。美军当时连飞机屁股都不让看，就是怕人看穿了喷气口的隐身处理。结果航空周刊的记者租了架小飞机，从头顶拍了个底朝天，这事让美军耿耿于怀了几十年。但美军丝毫不慌，因为即便你看清了他的屁股，你也造不出他的涂层。这种跨越时代的技术代差，让 B2 一出道就坐稳了全球最强的宝座。然而隐身只是他的护盾，真正让这只幽灵威慑全球的是他那堪比哆啦 A 梦的口袋一样深不见底的货舱。各位认为，你们觉得轰炸机最远能飞多远？绕地球半圈？ B2 会告诉你，只要加油机给力，我想在天上飞多远都行。这架飞机的不加油航程超过 1.1万公里，一旦进行空中加油，航程直接飙升到 1.9万公里以上。这是什么概念？ B2 可以从美国密苏里州起飞，跨越大西洋或者太平洋，去炸毁地球上任何一个坐标的目标，然后再悠哉悠哉地飞回家吃晚饭。更可怕的是 B2 的2个弹舱里面可以携带整整18吨的弹药。如果是执行常规任务，
它可以装载50枚500磅的 JDAM 精确制导炸弹，但它不玩地毯式轰炸，而是点穴式打击。一架 B2 一次通过就能同时锁定并摧毁80个不同的战略目标。敌人辛辛苦苦建立的指挥中心、雷达站、供电厂，在 B2 的一个俯冲掠过后，通通都会变成燃烧的废墟。如果战争升级到热核阶段，那更是到了 B2 的主场。它可以携带16枚 B61 或 B83 核弹。B83 核弹的威力相当于120万吨 TNT， 是广岛原子弹的80倍。一架 B2 释放的核能量就能让一个中等规模的工业区直接退回石器时代。而且它还能携带 AGM-158 JASSM 隐身巡航飞弹，在敌人的防空圈外就发起攻击，这叫防区外打击。你连它的影子都没看见，自身就已经敲门了。不过 B2 最让对手胆寒的是它对地下掩体的执着，它能携带2枚重达14吨的巨型穿透弹。这玩意儿外号地堡终结者，它能依靠重力加速度，像切黄油一样钻透60米厚的钢筋混凝土。你以为躲在深山老林的地下指挥部就安全了？ B2 会把这颗14吨的巨钉钉进你的天灵盖，然后从内部把你炸成齑粉。这一点，伊朗的核设施应该深有感触。实战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1999年科索沃战争 ，B2 迎来了全球首秀。美军飞行员开着它从本土起飞，飞了30个小时去南联盟投弹，结果大家都知道了。B2 以零伤亡的战绩，精确摧毁了对手最重要的关键设施。随后的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只要是需要外科手术般精准打击的地方 ，B2 从未缺席。甚至在2025年对伊朗打击中 ，B2 依然像幽灵一样，在密集的防空网中穿梭自如，精确击中地下战略目标，把伊朗军给炸懵。这就是 B2 的力量，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炸谁就炸谁，而你甚至不知道他来过。但是，所有命运给予的馈赠都已在冥冥中标注了价码。B2 神一般的战力的背后，是极其恐怖的烧钱游戏。这架飞机的娇贵程度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那么，美军为了维持这支仅有19架的小规模机队，到底付出了多少惨痛的代价？穷玩车，富玩表，巨富玩隐身轰炸机，这话一点都不夸张。B2 的单机造价24亿美元，这还只是买的钱。真正昂贵的地方是 B2 的保养费，比如经典的119:1，即 B2 每天在天上飞1个小时，地勤人员就得在地面上维护119个小时，每小时的维修费用都是天文数字。相比之下，空中老黄牛 B52 只需要53个小时，这哪里是在养飞机，这分明是在供祖宗。为什么维修这么困难，这么昂贵？核心就在那层隐身皮上。B2 的锡箔涂层极其娇贵，一遇到大雨或者高湿度环境，涂层的电磁特性就会发生改变，隐身效果会像手机信号一样断崖式下跌。所以美军必须为每一架 B2 建造专用的恒温恒湿空调机库，这种机库的翼展高达50多米，造价几千万美元起步。而且 B2 的蒙皮维护需要极其精细的工艺，任何一个接缝，任何一个螺丝孔的密封都必须做得天衣无缝。地勤人员需要拿着昂贵的检测设备，一点一点扫描机身，哪怕只有1毫米的裂缝，在雷达眼里都会像镜子一样反光。所以美军在关岛、迪戈加西亚、菲尔福德这些基地都堆满了昂贵的维修设备和恒温机库，这才保证了这只幽灵能随时全球出动。这种对环境的苛求也造成过极其惨痛的事故。2008年，在关岛安德森基地，一架 B2 在起飞瞬间坠毁，24亿美元直接蒸发。事故原因非常滑稽，传感器因为当地湿度过大而受潮，导致电脑给出了错误的飞行读数，飞机在起飞时自动压低了机头。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坠机事件让美军痛定思痛，此后他们对 B2 的后勤保障到了近乎强迫症的程度。看到这儿，估计不少朋友会问，美军花这么多钱养着20架左右的飞机，是不是太亏了？其实这正是美军战略的高明之处。美军用极高的金钱成本构建了一个其他国家根本无法复制的战力闭环。即便隐身技术在理论上可以被攻克，但在工程实现、大规模部署和高精度维护上，这道门槛足以拦住所有追赶者。这种由工业底蕴支撑的超能力，才是 B2 最厚实的装甲。这一点我们可以从第7舰队的部署看出来。第7舰队的关岛安德森基地距离东亚大陆约3000公里，恰好位于大部分常规导弹的射程边缘。但对于 B2 这种万公里航程的巨手来说，这里就是最完美的跳板。美军在关岛、横须贺、迪戈加西亚构建了一个三角形的保障网络。在这些关键节点，美军不仅堆积了海量的弹药和燃料，还布置了最先进的防御系统和保障设施。这种全球基地的覆盖能力，
让 B2 不需要每次都从美国本土奔袭，它可以在前线补给后迅速投入战斗。这种持续的战略威慑才是让对手感到窒息的根源。至于其他国家，虽然在隐身轰炸机领域有所动作，但即便能在外形上接近，在核心的发动机寿命和雷达算法上仍有代差。而且美军的下一代轰炸机 B-21 突袭者已经呼之欲出。 B-21 的野心更大，它要在保留 B-2 隐身能力的同时，大幅降低造价并提高数量。美军计划制造100架以上的 B-21， 这意味着隐身战略轰炸将从奢侈品变成量产工具。这种用规模化高科技带来的压迫感，才是美军未来战略的核心。总的来说， B-2 幽灵用30年的实战和威慑，证明了自己依然是这个星球上最危险的空中单位。虽然它身价高昂，后勤复杂，甚至有点公主病，但在那巨大的非裔阴影下，任何对手都不得不重新评估战争的代价。你可以不喜欢它的霸权，但你无法忽视它作为工业文明巅峰的客观存在。人类海空战力的演变从未停止，从大舰巨炮到核动力航母，再到现在的全隐身穿透打击， B-2 不仅仅是一架飞机，它是美军暴力美学的极致缩影。只要它还在那片蓝色的天空中若隐若现，全球的天空规则就依然掌握在那个看不见的幽灵手中。好了，本期 B-2 幽灵的故事到这儿结束了。你们觉得在未来的反隐身技术面前， B-2 还能制霸天空多久？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们下期视频再见。